簡直不可思議。阿平竟然背着剛滿月的孩子走了50多公里，来到深山裡採葉子。難道這種不起眼的大葉子也能拿去賣錢嗎？然而就在阿平摘叶子的时候，天空竟然下起了暴雨。这時候的山路很滑，背着孩子走起来非常危險，真为阿平和乖宝感到擔憂啊！希望阿平的這種葉子能順順利利地賣出去。天剛蒙蒙亮，阿平和乖寶就早早地起床了。此時的孩子還在熟睡，阿平已經起身準備幹活了。他先來到草房下方的一塊自留地，這塊地是他前段時間從荒地裡開墾出來的，每一寸土地都來之不易。眼下土地上已經長出不少雜草，如果不及時清理，原本辛苦種下的農作物很快就會被侵蝕殆盡。這裡現在種着香蕉、甘蔗、山菠蘿，還有一些芋頭，全都是阿平親手種下的。他拿起柴刀，彎着腰，一鋤一鋤地割着草，動作熟練又迅速。作為一名單親媽媽，阿平沒有依靠，更沒有人幫她。現在孩子還在哺乳期，身邊既沒有丈夫的陪伴，也沒有老人照看，所有的事她都得一個人扛。一邊是孩子，一邊是生活的重擔，她每天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，卻從來沒有一句怨言。即便汗水濕透衣衫，她的臉上仍然有着不變的堅定。這也是阿平對生活的執着和對未來的盼望。這時候阿平已經鋤到了甘蔗地邊，甘蔗雖然還不高，但長勢不錯，看得出來他花了不少心思在這塊地裡。小狗小旺也在一邊蹲着，好奇地看着他幹活。還有那些小雞，也是在他剛來到山裡親手搭建起草房之後，又慢慢地養起來的。這片土地可以說不只是他的希望，更是他與孩子生存的根基。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他的汗水。遠處孩子還在草房裡安靜地睡着，或許他還不知道，媽媽正為了他的明天默默地拼盡全力。山菠蘿也就是野鳳梨，是一種不太好種的水果。阿平種了2個月，也算終於冒出了幾個果子。雖然個頭還不大，但他已經很滿足。一個人的身影在山野之間顯得格外單薄，但正是這份瘦弱之中，藏着一種讓人動容的堅強。收拾完雜草後，阿平已經滿頭大汗，他拿起一角隨便扇了幾下風，轉身進屋查看孩子，確定孩子還在熟睡，便趕緊準備出發。他背起孩子，拿上竹筐和柴刀出門了。狗子今天一臉依依不捨的樣子，想要跟着阿平一起下山，但他似乎也知道家裡還有責任要守護，他要替主人看家看院。於是我們就繼續跟着阿平，看一看今天他又會到哪裡去尋找生計，又能從山林裡收穫些什麼。眼前這片高高矮矮的香蕉林，看起來是不是有些眼熟？沒錯，幾天前阿平就是在這片山坡上找到了一些長勢還算可以的香蕉，最後拿到山下換了點錢。今天他又來了，不過這次的目標不是果子，而是這些香蕉葉。因為這個季節山上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收穫的野物了，現在的野菜也少了，野果更是還沒到採摘的季節。目前可以利用的只有這片香蕉樹了，它的大葉子還能用來換點生活費。別看這些大葉子平時不起眼，但對做飯的餐館老闆或者是早點攤的師傅來說，它可是包飯、包肉、蒸點心的好材料。就像城市裡流行的荷叶飯那樣，站在樹下，阿平一只手握着長長的竹竿，另一只手小心控制着重心，熟練地把高處的葉子往下勾。孩子還安安靜靜地趴在他背後熟睡，前面卻是一雙不停勞作的手。他的肩膀不只是背着孩子，更背着生活的全部重量。等孩子再大一點，或許可以暫時放在地上歇會兒，但現在還不行，所以阿平只能咬牙堅持。他一邊忙着收葉子，一邊小心不驚醒背後的小寶貝。香蕉葉看似尋常，但他知道只要願意動手，願意下山，這也能變成幾塊錢或者10幾塊錢。
足夠今天買點肉，買點米。這一趟收穫還算不錯，粗粗數了一下，至少有20來片大葉子。阿平也沒太貪心，收得差不多后就停下了。他知道自己背上還有孩子，不能太拼，要留點力氣走下山去。接下來就是整理收納了，把這些長長的大葉子剪成適合裝運的尺寸，留出像書頁一樣大，摞成一疊疊的放在一起，看起來既整齊又方便。到时候到了山下，無論是早餐鋪還是熟食店，看一眼就知道質量，省去對方再動手的麻煩。阿平這一邊在裁剪，而另一邊孩子還在後背上沉沉地睡着。阿平偶爾低頭看一眼，眼神裡都是溫柔。可就在他準備收尾时，天卻突然變了臉。山裡的天氣說變就變，本來豔陽高照，下一秒就開始飄起了細雨。他連忙撐開傘，急匆匆地將剩下的葉子捲好，裝進竹筐。雨越下越大，雨水打在傘上、衣服上，噼里啪啦響個不停。背着孩子，踩着濕滑的山路，阿平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小心。路邊的雜草、低垂的樹枝，把他的褲腳、袖子弄得濕漉漉的。到了山下空曠的地段，他一邊擰着滴水的衣角，一邊看着頭髮貼在臉上的自己，看起來阿平略顯無奈，因為他很愛乾淨，最怕的就是這種全身濕透的感覺。但今天他也沒得選，生活總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美好。他沒有耽擱，徑直走向村裡那家他以前賣過一次的早餐店。老闆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葉子，又翻了幾片，確定好情況之後，點點頭對阿平說，還是老樣子，質量不錯，全部留下吧。最終一大捆香蕉葉以25塊錢成交。雖然阿平賺的並不多，但至少今天沒有白跑一趟，心裡也算是鬆了一口氣。這一趟山路走了2個小時，又背着孩子淋了雨，更是濕透了衣服。但阿平沒有一句抱怨，他知道只要能把這25塊錢換成晚上的一口飯，或者是孩子的一瓶奶粉，他感覺那就值了。這就是生活在大山裡的阿平，一個在風雨中依舊向前的母親。她用平凡的日子過出了一種令人欽佩的母愛的偉大。阿平背着孩子走了一天的山路，總算回到家门口，門還鎖得好好的，一切如常，哪怕只是一把小鎖，雖然用處不大，但只要門鎖着，他下山再遠再忙也能踏實點。屋子雖然簡陋，可是住進來快1個月了，孩子只發過1次燒，最近的身體也越發的結實了。天氣一天天變暖，這對剛滿月的小寶寶來說就是最好的天助。今天他終於在山下賣了些葉子，賺了點錢，特地挑了點菜回來，準備做頓像樣的飯菜，不是為了他自己，更是為了孩子的母乳。他總想着哪怕他自己吃的簡單些，也不能虧待孩子。孩子個頭小，看起來和出生時差不了多少，阿平多少有點擔心。他把孩子輕輕放進摇摇床，哄了一下，很快就睡着了。這時候他才能開始準備做飯。走了一整天的山路，又下山賣東西，回來後他一點都不敢耽誤。灶台旁還留着不少乾柴，是前幾天他提前準備好的，足夠用上好一陣子。而且前不久廚房才剛改造完，現在做飯省時省力，不用像以前那樣一邊燒柴一邊打理鍋了。他趕緊把灶台清理乾淨，柴火一天就生起火來了。這頓飯不講究什麼花樣，但阿平做得特別認真，鍋裡咕嘟咕嘟地響着，屋子裡很快就有了飯香。雖然沒有多少菜，也沒有大魚大肉，但能吃上一頓熱騰騰的飯，就是最大的安慰。他一邊做飯一邊留意着孩子，孩子此時睡得正香，現在上山下山都得帶着孩子，只有在家做飯的時候才能稍微喘一口气。飯熟了，他把鍋端下來，盛了滿滿一碗，飯菜的香味瞬間充滿了屋子。吃飯的時候，他坐在小板凳上，額頭還冒着熱汗，
小眉毛畫得整整齊齊，脖子上戴着細細的項鏈，一看就是個講究人。狗子就趴在他腳邊一動不動，像是在等他吃完。他從不虧待狗子，吃什麼都願意分他一口。狗子陪了他多年，早就成了家人。把飯吃完了，是不是他就可以歇着了？不，阿平的生活還沒完，接下来阿平還有很多事情要做。這是屬於阿平的生活，不奢侈但也不將就，不輕鬆但他也從不含糊。今天收夜換錢，下山買菜，做飯帶娃，一天幹下來他沒說一個累字。孩子睡得香，狗子守着門，飯菜也香，這就是他的幸福感。